成功签下1.8亿大订单后，本该属于我的540万提成，最后到手540块。我拿着到账信息找领导对质，不曾想领导却说：“年轻人口气不要太狂妄，什么叫个人提成？这么大订单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公司最近收益不好，要优化一批末尾员工，我替你争取到了18万的离职赔偿金。识相的话，就拿钱滚蛋。”我没有反驳，平静的点点头，果断拿着18万离开公司。然而3天后，领导打爆了我的电话：“毕凡啊，项目客户点名要找你，你回来把项目跟完。没放心，复工后不需要从基层做起，一切薪资待遇照旧。你把18万离职赔偿退还回来，公司全当给你放了个小长假。”照旧，我笑出了声，绝不可能。发薪日，我的工资账户上出现了一串令人意外的数字。明明我上周才签下1.8亿的大订单，按照公司员工销售额3%的提成比例，我应该到手540万元，现在怎么变成了540块？楚总，我的工资发错了。上周那个1.8亿的项目，公司应该发给我540万提成，可我只收到540块。您看能不能让财务帮我跟进一下？明天就周末了，这笔钱我约好了要付新房的尾款。公司财务不会弄错，你这个月就是这么多。不对啊，楚总，这合同上都写了，员工拿销售额的3%，我这个月的个人提成就应该是540万。公司之前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，我底薪少，全靠提成，3000多块钱，在这座城市连吃半个月盒饭都不够。个人提成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挺大，装毕凡。你以为公司只用发你一个人的工资？知不知道多少同事都背着房贷车贷，他们不比你需要钱？1.8亿的订单，就凭你一个小年轻能谈下来，那是全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别跟我在这里扯什么个人主义，公司不是做慈善的。540块钱已经是我破例替你申请的奖金，别不知足，还想要540万，不要做梦回家做去，少在这算计部门同事的集体利益。当初这个项目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，因为数额大、责任重、客户难搞，没人敢接。那时候我刚拿下季度销冠，是楚生找我商量了好几次，还私下哭诉说如果本次任务没完成，自己就要被降薪，我才答应。1.8亿的项目，想都不用想，是根巨难啃的硬骨头。我攻克了3个半月才签下，又是跑腿又是垫钱，几乎没有一晚睡眠超过4小时，整整3个半月，我一个其他的项目都没接，就等着这笔分成到账，把房子的尾款结清。如今他凭几句集体利益，就想理直气壮地瓜分我的劳动果实。别的员工关我屁事，我只要自己的那份提成。如果你不给我解决，我就直接上报最高管理层。威胁我？我看你是不想干了，不想干就给我滚蛋！正好公司要优化一批末尾员工，你这个月绩效不合格，现在就给我去领你的赔偿金走人。公司不需要你这样自私的利己主义。楚生的怒吼透过玻璃传到众人耳朵里。财务，给他按最高规格赔偿18万，让他给我彻底消失，永不复用。1.8亿的项目就给18万赔偿金，活该！谁让他的咋？每次都抢销冠，咱们都多久没拿过奖金了？就是那客户可是出了名的难搞，80%是公司发现他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我拿下了1.8亿项目，却被18万打发滚蛋。这件事情像一个笑话一样，短短几分钟在公司传播开来，无一例外，最后都变成了对我的嘲笑和幸灾乐祸。但是你们不知道我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，又得到了多少。现在让我走，那到时候就必须求着我回来。可以。财务赵姐是我从入职公司前就认识的老朋友，此刻从同事手里接过那张辞退通知，为我担心不已。庄必凡，你想好了吗？这件事楚总不占理，你不再向管理层争取。赵姐，没事。我没有愤怒，没有怨气，甚至没有对辞退通知上苛刻的条例提出任何质疑，因为不论如何，他们还要求着我回来。这些条件到时候会像回旋镖一样抽在他们的脸上。走出财务室，我的工位居然已经被收拾得一干二净，所有东西都被楚生命人装进了一个小小的纸箱，就连我平时养在窗边的那盆迷你发财树，也被好心同事折断了根，歪歪扭扭的塞到了箱子的缝隙里。在公司干了10年，从我手里签下的100万订单、1000万订单不计其数，我曾天真的相信了楚生一次又一次的空口支票、涨底薪、优秀员工、分红，到头来却混得被扫地出门的下场。有的人集体感和奉献精神没灵，业务能力再强有什么用？自私自利，不择手段。公司难道是为你一个人开的？庄必凡已经被清退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把公司当成家，把部门同事当成家人看待。不要试图算计集体利益。谢谢老大，我这个月拿下22万提成，下午请大家喝星巴克。收到，楚总，跟着楚总有肉吃。这个月我的提成也有15万，我给今晚加班的同事们订夜宵。群里欢天喜地庆祝，昔日表面和善的同事们，此刻嘴脸丑陋的瓜分着他们简陋白得的这份高额提成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整整540万。楚生只是拿出一点甜头，就买走了他们的忠诚。楚生说公司离了谁都能转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我离开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把自己在这个公司的最后一点用处亲手拔除。他开除我是自毁前程，而他让我领走18万离职赔偿金，就是自断后路。
这是我几天前订的三亚最豪华的度假酒店，是我准备付完新房全款后奖励自己的。接下来我只需要在三亚好好享受几天阳光沙滩。几天后，楚生不再是执棋手，他的自以为是将会被残酷的商场彻底瓦解。他吞下我的每一分钱，最终都得连本带利还回来。不出所料，就在我享受三亚日光浴的第3天。哪位？庄必凡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，你特么到底在干什么？公司有急事找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耽误了公司的业务，你赔得起吗？关我什么事？楚生，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就算今天公司要破产了，跟我也没关系。12点，我要吃午饭了，再见。别！我居然从楚生的声音里听出了几分哀求的意味。你先别挂，庄必凡，你听我说，1.8亿的项目出了点问题，宏达集团的老总突然要终止合作，并且要发律师函告我们违约，还说要把咱们公司列入黑名单，从此以后永不合作。你知道的，一旦出现在宏达的黑名单上，咱们公司在这个行业就彻底臭了，将永无翻身日。接着，他的语气里多了一份命令的味道。所以我不管你在哪里，现在公司面临危机，你必须赶快给我回来，这是你负责的项目，你有义务解决问题。楚生，当初开除我的时候，是你亲口说的永不复用，怎么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了？我的项目，我可是1分钱提成都没拿到，提成被你分给了一大堆连项目名称都不知道叫什么的员工，出了事你不找他们，反倒来找我，老糊涂了吧你？那都是气话，我替你向上面争取过了，只要你回来，不需要从基层再做起，一切薪资待遇照旧，什么永不复用辞退，咱就当没发生过。这几天你缺席考勤，我也不计较，就当是给你放了3天的小长假。庄必凡，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别害了整个公司。庄必凡，你怎么不说话？2个小时内能赶到公司吧？我已经让人事着手给你办入职了。楚总，这就是公司全部的诚意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考虑回去。什么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回去也不是不行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属于我的540万提成必须1分不少，立马打到我账户里。第二，我的底薪要涨到3万块。我在公司工作了将近10年，你一直以我提成过高为由拒绝涨薪，可据我了解，就算是3年前入职的新人，底薪也在8000块钱。更何况我曾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收益，所以公司如果要请我回去，只能是高薪聘请。原来对面不止一个人在听我的电话。楚生，你个蠢货，居然私吞他的提成，还骗我说庄必凡有道德问题。我说你最近怎么骑新车了？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鬼，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要不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我能让你当这个销售部总经理。你这个白痴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开了你？对不起姐夫，我知道。提成我会打给你，不过你要给我一点时间。至于底薪，也能答应你，你人先回来再说。但那18万离职赔偿金，你必须归还。这钱虽然不多，你既然要回来上班，公司就没有白送钱给你的道理。庄必凡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这个方案，刚才咆哮的声音没有站出来反对。开除是你提的，辞退报告是公司给的，这18万块钱受劳动法保护，是对我上一阶段离职的补偿。楚总，我好心提醒你，注意措辞，这不是贪心，提成本来应该3天前打给我的。至于为什么没到账，你说公司董事会知道原因吗？见不到提成，我感受不到公司的诚意啊。行，我现在就安排。庄必凡，你的要求我都答应了，现在可以回来上班了吧？客户下午就要派人来终止合同了，你给我赶最快的车回来，万一把这次项目搞砸了，我们整个部门都要滚蛋。还没完呢，楚总，我要公司5%的股份。什么？你疯了吧？庄必凡，你在威胁公司？给你个台阶下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告诉你，没门，你想都别想。楚总，我最后再重复一遍，我要公司5%的股份。我在说给楚生听，也是说给楚生背后的人。加入公司10年以来，公司60%到70%的业绩都由我创造，5%的股份，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。我平静的态度彻底惹怒了楚生，他刚才一步步退让后端起了领导架子，在此刻轰然倒塌。庄必凡，你把谈判谈崩了，你真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？之前的要求公司还可以勉强答应，可这一条绝对不可能。2亿7800万，这还只是我近3年为公司签下的订单总额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员工会比我更有资格。不然还是算了吧，像我抛出的橄榄枝的集团也不少，我没必要在公司这棵树上吊死。庄必凡，都答应你，立刻把你的位置发给我。老板发话了，要派人去接你。三亚度假酒店，现在还请公司帮我报销一下这次出差的费用，53647元。
没一会儿，酒店楼下就已经停了一辆专门来接我的商务车。这还是我进入公司10年，连续8年销冠后，第一次享受公司销冠该有的待遇。赶了最快的航班回到公司，这才发现楚生的描述没有添油加醋，事情远比想象中的更加棘手。宏达集团已经对公司下达了最后通牒，要追责我方私自更换项目对接负责人给集团带来的巨大风险损失。不仅如此，生产线进行到一半，得知公司突然将我开除的消息，宏达集团也立刻停止了生产。对于耽误生产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宏达集团也委托了律师对公司进行追责。换而言之，楚生以为自己随手开除的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实际上他的自以为是给公司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兵荒马乱，裁员裁到大动脉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毕凡，宏达集团派来终止合同的负责人已经到会议室了，我们来不及复盘解决方案，待会儿只能随机应变了。公司即将遭受一场巨大的经济和声誉损失，这一次的成败很有可能就是决定公司生死的一战。楚生对此忐忑不已，因为我甚至来不及和公司复盘和商定解决方案，就直接进了会议室。私自更换项目负责人，你们公司压根一点诚信都没有。既然这样，还谈什么合作？当初要不是毕凡，我们集团压根就不会把你们这种体量的公司纳入考虑范围。结果前脚签完合同，你们后脚就换人。说句实话，你们公司除了毕凡，根本就没有真正懂行的人。董事长的意思很明确了，这次合同立刻终止，生产线也已经停工，所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你们全部承担，剩下的你跟我们集团法务对接吧，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说的。刘总，好久不见，不知道董事长的母亲最近可好？庄毕凡，你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，多亏了你的照顾跟帮忙，董事长的母亲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刘总，我现在已经复职，我承诺很长一段时间不会离职，绝不会耽误跟贵集团的合作。听说生产线是昨晚停的，我们公司愿意承担本次耽误生产的所有损失，还请您看看这份新调整的方案，包您满意。新方案是我在三亚度假期间就重新做好的，因为我早就预料到合同上和实际对接的负责人不同，宏达集团这样的行业巨头最注重细节，肯定不肯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风险。与其编造各种理由来欺骗他们，不如直接掏出真心。楚生就是犯了这点致命的错误，签订的合同半途换人，随便一个小公司都不会罢休，更何况是宏达。我就说你们公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庄毕凡这样的，我们集团要的不过是一个专业的业务能力和诚信的态度，在挑选合作伙伴上，宏达从不冒险。短短几分钟，我的出现就把这场即将翻船的合作挽留回来。什么情况？你是怎么逆转刘总态度的？跟董事长的母亲又有什么关系？这次挽回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我在3个半月前就积攒下的信任。当初各大公司都在竞标，正好宏达董事长的母亲摔了一跤，并且因此查出了补流，是我连夜飞到国外，短短半天就把治疗补流最权威的医生预约到手，这才赢得了加分，而且到医院帮忙跑腿，可以说是已经和宏达董事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，这也是我反击的底气所在。公司不是离了谁不行，而是宏达项目离了我就是不行。楚总，现在该坐下来谈谈股份协议的细节了吧？不，见他又一次支支吾吾，我明白公司又要做什么幺蛾子，大概率是觉得能拖就拖，拖到宏达项目完成后再一把把我踢开。庄毕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徐总眉头微蹙，就像2年前我不满楚生拒绝给我加薪，跑来找他说理时的表情一样。徐总，口头支票的亏我已经上当了太多次了。您让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小舅子来当销售部总经理的事，要是被捅到董事们耳朵里，您觉得您这个总经理还能当得安稳吗？什么小舅子？我听不懂。庄毕凡，股份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需要所有董事会成员点头。你就是威胁我也没用，这件事我会给你办的，但什么时候办好，那可不一定。怪不得之前答应的那么顺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如我所料，他们还是准备使用拖字诀。徐总，去年全体员工大会上，董事会已经投票通过了我成为公司第一个拥有股份的员工，是楚生做局害我丢了订单，这才被撤销。我只是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徐总，您觉得是我心甘情愿留在公司创造业绩划算，还是应该拿着微薄的底薪只做一些分内的事情呢？你先出去吧，我和董事会沟通一下。庄毕凡，我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道歉。之前答应你的底薪和股份会立刻执行，下周的股东大会上，徐总会当场宣布。庄毕凡，我那间办公室就归你了。徐总说资源要留给有用的人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的这个工位上工作。看来徐总做出了理智的选择。牛逼啊，庄毕凡，就这么让老板请回来了。刚才我听朱总说什么股份，庄毕凡该不会要成为第一个持股的员工吧？我天，羡慕死了！得了吧你，人家被赶走的时候你还幸灾乐祸呢，现在变脸倒是挺快。讨论声此起彼伏，我全部收入耳中。直到此刻，我的反击已经全部完成，工作在平稳有序中推进。我本以为自己的一切计划可以在按部就班中完成，只是没想到我的反击结束了。不甘心的楚生又开始作妖了。曾经的财务主管赵姐莫名被辞退，新上任的是一个叫楚芳的中年女人，新官上任3把5，我是被她挑选用来杀鸡儆猴的第一个对象，针对的是我去三亚的3天报销。
楚姐，我这个报销审批怎么被驳回了？你这个票据粘贴的不规范啊，而且怎么只有去的机票没有返程的机票，订的还是头等舱，酒店也不对啊。公司规定酒店标准不能超过1000元，你这一间都上万了，肯定不能通过啊。你是股东，公司的盈利就是你的收入，每天白躺着赚钱，还要跟员工们抢额度，没法报销。楚姐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我计划是用我自己的钱度假的，只是公司给我报销是作为我回来帮忙的其中一个条件，而且返程是公司提供的服务，我没法提供票据。那我不管，根据财务规定，你这就是没法报，到哪儿都报不了，你自己看看怎么处理这事。不仅如此，带着公司 IP 定位的几个账号突然开始大规模网暴，穷疯了吧？把公司羊毛往死了薅啊！他不是做假账骗公司的钱，洗钱，这事情严重了。查到了，这货才占了5%的股份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正常报销你不走，你偏要超预算，还说没有脏心眼。这几个账号一旦解锁，网友们立刻跟风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抹黑越来越多，有言语激烈的甚至提到了我的家人。徐总，网上那些抹黑我的话，公司不出面澄清一下吗？毕凡啊，网上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啊。公司一旦出面澄清，很有可能带来无法控制的负面影响，你就忍忍吧，忍忍就过去了。网上的东西一天一个样子，明天说不定就没了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会忍气吞声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可自从经历了上次的事情，我越来越明白，一味的忍让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能争取。刘总，我们合作的这个方案，我认真看了下，有几个漏洞需要协调，您看是不是给我们几天时间调整调整？庄毕凡，你这个疯子，快点撤回！我现在就给你报，这都是公司的大客户，得罪不起，你快把群聊解散。可惜已经晚了，刘总已经做了回复。没问题，毕凡，你看着来，我们充分信任你。把你那些小动作给我收收，庄毕凡的报销放在首位，立刻执行。电话那头好像是抱怨了几声，看着徐总的脸色和神情，我顿时明白了，这处方其实根本就是徐总的妻子，这是徐总第2次在公司任人唯亲。我要求再三，可徐总只愿意给我报销，不愿意替我出面澄清，说是会引起董事会的不满。可网友的骂声却没停止，无奈我只能自己开了一场直播。我为公司创下年均8000万的收入，公司却给我18万赔偿金让我滚蛋，项目出了问题才让我回来担责，现在答应的报销也不给我走。我把从前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，这下网友们彻底坐不住了，风向很快转变，很多打工人感同身受。楚方、楚生、徐总的关系很快被网友人肉出来，董事会这才知道，原来曾经的销售部总经理是个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无业青年，如今的财务主管半个月前还是家庭主妇，两人都是伪造了学历后被徐磊塞进来里的，一切水落石出，董事会震怒，徐磊的总经理职位当场被罢免，楚方、楚生被革职，众人纷纷推荐我成为新一任总经理，我没同意。在完成了宏达的项目后，将一封早就准备好的辞职信发到了公司邮箱，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新的橄榄枝向我抛了出来。之前合作过的宏达集团董事长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公司，我说想暂时去国外留学，等学成归来，给集团一个能力更加的装逼粉。董事长爽朗的答应了，还和我约定2年后一定要兑现承诺。